这是你最新身份的资料。进入金碧辉煌之后，你的身份就是楚菲菲。你要牢牢记住这里面的每一个细节。明天对你进行考核。 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蓉蓉，你去哪里了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们说好要牵手一直走下去，为什么你突然不辞而别？我的世界已经离不开你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 我叫楚菲菲，出生于1993年5月17日，家住江南市兴业区运城路10号院。我是家中的独生女。父亲楚新明，1960年出生。无业，嗜赌成性，欠下赌债29万余元。也是为了躲避赌债，我们才搬到了现在的出租屋内。母亲李桂兰，1969年出生，工人。 因病于2002年离世。我肄业于江南职业技术学院，学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。辍学后，在华堂酒店做服务员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个测试。小丸子啊，你可以评评理啊！亏得光哥对胡蓉是一片真心啊。 这胡蓉也真是的，说走就走，丝毫不考虑光哥的感受。你说他要是一开始就不愿意跟光哥在一起的话，那早说啊，还约什么一起过周末呢？也许在那之前，容嬷嬷是想跟光哥在一起的吧？那为什么不辞而别？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你告诉我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。小丸子，你变了，你现在也开始替他说话了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只要他惹得光哥不高兴了、生气了，他就是不对。光哥，你说啊，如果他直接跟你说，你就不会这样，是不是？ 哪个好看？全部都好看，全部买下来吧。不要，就买一个。这个好不好？帮我带上。哎。 别说了，不说了，那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。打入他们内部之后，前期的压力会相对小一些。一旦进入犯罪分子的核心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他们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你进行全方位的监控。不但会派专人监视你的一举一动，还会在你的房间里安放监控设备，包括你用的手机和电子产品。 都会被他们做手脚，所以你向外传递消息的时候，一定要当心，尽量少用手机和微信，情况紧急非用不可，一定要随机应变。王哥，你就吃一口吧，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，你知道我从来不下厨的，给个面子行不行？来吃一口。我不饿。怎么着也得给我点面子吧，就算是不给。 你也得让我在阿 Sir 面前下得了台啊，是吧，阿 Sir？劝劝。掌门，你多少吃点吧。掌门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
你要是不吃的话，我们俩就在这儿不走了。吃吧。我不吃鱼，为什么？因为小时候被鱼刺卡过嗓子。好多刺。吃，好多刺我不吃，吃一点吧，对皮肤很好。我不吃。吃一点。吃吧。吃了之后变成胡漂亮。这就对了嘛，就这么一口啊？行，放吧，我们把东西放这了。你要是饿了，你就自己起来吃啊。行，阿瑟，走，那个我们让你掌门静一静啊，记得吃啊。你好，房间打扫完毕，请检查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怎么样？他们正在检查呢。稍等。恭喜你顺利通过考核。谢谢啊。我考核通过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只是第一步。接下来，你要在2分钟之内避过所有的摄像头，到达酒店的监控室。从什么时候算？现在。学长，这个考核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了。如果他通过不了，咱们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们考核可以给他第2次机会，但是犯罪分子能给他第2次机会吗？他要去的是战场，你死我活的战场，不是讨价还价的菜市场。这样也好。如果他通过不了，也就执行不了这次任务，我们也不用为他担心了。局长，韩队，芙蓉提前完成任务。可以啊，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呢。你不看我是谁的女儿？我现在可以去执行任务了吗？希望你在任务中时刻保持警惕，不要得意忘形。是。一定注意安全。走了吧。喂，怎么了？韩队，刘子光已经在公安局守了3天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局长，这个刘子光已经在公安局蹲了3天了。刘子光的一举一动会直接影响胡荣，影响到任务，甚至影响到他自身的安危。明白。
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。放轻松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。你的轮廓在心口，那些刺痛。我去开车，送你从后门走。都化为乌有。Perhaps dawn can be controlled. Prepare for the worst. 爱情却总很交错，比生活难得多。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? How can I get rid of trouble with you? 眼泪不肯走，骄傲却逗留，和过去说分手，是不回头。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。Can be controlled. Prepare for the worst. 如果潮水退去后，你是否还爱我 ？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?Trouble with you， 最遥远的路，与继而孤独，有了你，我就满足。浮生三千，不爱有三，日月与卿，日为朝，月为暮。卿为朝朝暮，卿为朝朝暮，卿为朝朝暮。冲破阻碍 ，My love, I never leave you forever.来了。来，进来吧。曹队您好。
什么曹队？我现在是楚新民。啊，对，这位是楚菲菲。菲菲，曹伯伯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得叫我爸爸了。爸。哎，接下来，我们把这次卧底行动所有的细节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再捋一遍，做到万无一失。那坐下说。都安排好了吗？放心吧，等一下会有个简单的面试。有什么特别要嘱咐我的吗？没什么，就是领班跟你了解一下基本情况。放心吧，有我在这儿，保你进来应该没有问题。谢谢。OK。可以，表现非常不错，工作也非常细致，欢迎你加入金碧辉煌。谢谢。梅姐，招新人了，对他表现挺好的，这是考核，您看一下。我不用看。我要说明一下，最近咱们金碧辉煌各个部门都不打算招收任何新人，你们都可以走了。你这个骗子！你跟我说3000块钱就能让我进金碧辉煌，结果金碧辉煌现在连人都不招，我的钱怎么办？你跟我说，你还我钱！你说呀！等等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跟我说，没问你，你说小赵怎么回事？梅姐，我错了，我收了他3000块钱，帮他安排面试。我是看他条件不错，我才这么做的，梅姐。我真的。好了，你不用多说了。保安，梅姐，带他收拾东西，走人。梅姐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梅姐，我错了，梅姐。我不知道。好了，你也可以走了。那我的钱怎么办？3000块钱。哎呦，这姑娘真有意思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好像我欠你3000块钱似的，是吧？啊，这钱你又没给我，你要想要钱的话，找他去要去啊。我找他要，他能还给我吗？他都被开除了，这3000块钱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我爸是个赌徒，我就是为了还他的赌债。他们跟我说，金碧辉煌挣钱多，所以我才来的。我就是想帮我爸还钱。梅姐，我当个保洁员就可以了，您把我留下来吧，行吗？你拿我们金碧辉煌当什么呀？每个人都跑来诉一对苦，我们这是慈善机构吗？啊，哼！再说了，以你现在的形象和气质，你随便找一份工作都会比保洁要挣得多。我们这里有我们的规矩啊。好了，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了，走吧。梅姐，梅姐，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赚够3000块钱就走，行吗？哎呦，我真是拗不过你。这样好不好？跟我去办公室，我送你3000块钱，走吧。我不要，我年纪轻轻，有手有脚，我要您的钱干嘛？我自己赚钱才心安理得。您就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赚够3000块钱就走，行吗？哼，还挺有个性啊。好，那就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你让他替小赵的位置。好的，梅姐。谢谢。梅姐，那个新来的楚菲菲说要回家拿行李。现在？嗯，
可以呀。那我去安排一下。嗯。小飞，那个刚来的丫头楚菲菲啊，要回家去拿东西，你跟她一下，好好摸摸她的背脊啊。嗯。联系楚清明，把情况告诉他。是。请注意，楚菲菲已经被人盯上了，请提前做好准备，配合楚菲菲行动。完毕。跟上。是。怎么样？来了，大伙儿注意了，演得认真一点。来吧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咱们都是朋友，是不是？这玩就是有赢有输吧？哎，你借钱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哦。不是，胖子原来也欠我的，我也没逼他嘛，是吧？现在少来！对，1个月的期限给了你，你现在多久？我说了，一定还我找到你了，我一定得跪跪。别碰我爸！你怎么来了？你爸，你女儿？对。嘿呦，你爸欠咱们钱，还钱，你跟我们走。我欠你的钱我还，和我女儿没关系。什么时候还钱？我什么时候送她回来？我说还就还。站着干嘛？带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我说，我保证，我1个月内把我爸欠的钱全部还上。我要是还不上，我任你们处置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他不讲规矩，你讲规矩。不讲。好，别怪我了啊！行，讲规矩，给面子，走。菲菲，你回来干嘛呀？这点事你爸顶得住？你顶得住什么呀？走，回去。哎呀，我再也不赌了，我再也不赌了，好不好？都说了多少遍？是，我老是说不赌，真的手，哎呀痒啊，不行。好，最后一次啊，最后一次。刚才跟踪你那个人，韩金正在调查他的身份，马上就会有消息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药，哎呀，刚才让那小子弄了一下。哎呀，我去给你买药。不用，一会儿就好。那你坐，你站好，来，你这么坐着，我给你揉揉。你还会这个？哎呀，我坏的可多了。哎呀，这儿，再往左边去点儿。哎，对，就这地方，就是这，哎呀，有女儿真好啊。曹伯文，您的孩子呢？我，嗯，别提了。哎呀，想起那些年啊，跟着你爸爸，整天办案。那个大案小案一天都不停啊！哎呀，1年我难得回来几次。我
我记得我老婆生孩子的那天，有一办案子，我都没到场。长期这么下来，我老婆就觉得这不像个家呀，这家里边连个男人都没有，她过不下去了。有一天，她给我提出了离婚。怎么办呢？我答应了她，她就带着2岁的孩子走了。过了几年，我才打听，已经出国了。按时间推算，我那女儿跟你也差不多。菲菲啊，你记住了，干我们这一行不容易呀。呀，好多了，菲菲啊，你还真有2下子啊！行吗？好多了，肚子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。嗯，我去做。你做？我做的不好啊，爸你别嫌弃。有女儿真好啊。是这样的，梅姐，这个楚菲菲呢，家里很穷，她有个独鬼老爸，外面欠了很多钱。父母女俩为了躲债，刚搬到这个小区没多久，我跟着他们的时候，正好碰着这个债主来讨债，还差点打起来了。嗯，怪不得他那么在乎钱呢。还有什么其他线索？哦，我还去了他之前打工的那个酒店，楚菲菲在那儿做过服务员，说是经常借别人的钱，借了不还还是常事。嗯，原来是这么个货色哈。我知道了。菲菲啊，忙着啊。怎么了？韩进来电话了，刚才跟踪你的那个人，查清楚了他的身份，他叫小飞，是梅姐的手下。之前在金碧辉煌接应你的那个线人，韩进已经安置好了，你不必担心了。好。我想啊，这个梅姐心思缜密，而且又多疑。虽然我们今天在小飞面前演了一出，很可能是打消了她的怀疑，但是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难保不会发生下一次。你放心吧，记住就好。你怎么来了？胡荣在哪里？他出国培训去了。出国培训？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。韩进，你别跟我来这套。胡荣在哪儿？回去吧。哎，不要走，光哥，告诉我他在哪里。刘子光。你知道为什么胡荣对你不辞而别吗？为什么？他本来生活的无忧无虑，自从你回到江北碰到他，他的麻烦就越来越多。我从来没想过给他任何的麻烦，我一直以来都只想保护他。你口口声声说想保护他，实际上呢？实际上你是不断的将他置身于危险当中。先是龙阳的事儿，然后是孙伟，接下来是侯四海。你说说，哪件事不是给他带来危险？你说你爱他，你对他执着也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一切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负担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用再骗我了，跟我说他在哪里，别再跟我说废话。
自己想清楚，信不信由你。王哥，王哥，你就吃一口吧，这碗面我都热了3回了，再热的话面都坨了。哎，这里。哦。光哥，赶快吃，郭大爷来了。走。光子，这面都凉了，怎么不吃啊？不吃啊？好，涮涮，把它拿下去，拿下去。光子，我问你，你这样是不是因为小胡警官的事啊？不说呀？好，那我问你几个问题：一，你是不是真心爱小胡警官？好。第二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觉得这小胡警官也真心的爱你呀？好，这么说，你对你们之间爱情非常的坚信，是吧？那我问你一个主要的问题：三，你觉得小胡警官这次不辞而别，是不爱你了？是要抛弃你？是要背叛你？是吗？不是。光子，既然你坚信他不是不爱你了，那你干嘛还这样？那么你就想过没想过，他这次不辞而别，是不是有别的原因，有别的道理呀？他会不会是觉得跟你说了，怕你担心啊，甚至怕你受到牵连呀？我跟你说过好几回了，小胡警官做的工作是特殊工作，有他的特殊性，有些事情要替他考虑呀。你要是真的相信小胡警官对你的爱，那么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他会回来跟您解释清楚这次为什么和你不辞而别。你现在唯一做的就是应该等待，可不是像你这么等。你这叫什么？你这叫消极的等啊，不吃不喝。你自毁呀，你自虐呀。你这样等他回来了，你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你是一个废人了。小胡警官还会爱你这么一个废人吗？你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我真是啊，有地方看错你了，光子，刘子光。你回江北来，那天晚上我把你接回家都不认识你了，我高兴啊。你变了，你不是小时候那哮喘，那么羸弱的小男孩。你变成一个大男人、男子汉了，你浑身的肌肉啊，你跟你爸爸一样了。那天我又看见你在操场，你那超人的能力，你那么能打，那么能跳，真跟你爸爸一样，真是一个侠肝义胆的男子汉呢。我为你伸大拇指。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融入了社会。跟你这些小伙伴们学了那么些个知识，
可是今天你碰见这么点事儿，你这么做，我又不认识你了。你这不是男子汉，你没有智慧，你没有男子汉的胸怀，这一点你比你爸爸差远了。真正的男子汉不光有雄壮的体魄，还得有超人的胸怀呀，还得有超人的智慧。这算什么事儿？啊？就不吃不喝了？这是男人吗？这是男子汉吗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呀？我对你失望了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，大爷说的是真心话。你缺智慧，人在社会要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啊，就需要智慧。有的人，我们就要看清他的本质，用我们的智慧来战胜他。那是邪恶的人，小胡警官是吗？是爱你的人呐。你说是不是这道理？你不回答我哈，我不问了。我还没吃饭呢，你不吃，我吃。给我。小帅，哎，给我下一碗面。哦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吃这碗。慢点吃。咱们这么对刘子光，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婆婆妈妈的，儿女情长，你还自责上啊？像个警察吗？我知道你和刘子光是朋友，但和蓉蓉的安全，整个卧底行动的顺利相比，哪个重要？这算个什么？我是一名警察，这些我都明白。我是觉得明白了就吃饭。哎，坐下。蓉蓉之前给你起了个外号，叫婆婆。我当时还训着孩子，我说别跟人瞎起外号。现在看来，起得真准确。吃吧。哎，好。浮生三千，吾爱有三：日月与卿。日为朝，月为暮，卿为朝朝暮暮。为什么来这里？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地方。我们俩第一次见面，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。但是我知道你是警察。我警察，把孩子放下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要记住，我是一名警察。蓉蓉。